那么赖清德总统第一波的这个晋升将官、少将、中将哈，在他任内第一次晋升啊。那他发表讲话啊，又在说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活不隶属啊。那另外呢，这也是他第一次出席啊，也是第一次任命啊。那这次有24个少将，有7个中将啊。军人能够升到将军就很不简单。我们看一下赖清德说什么。近年来，中国对台湾的文攻武吓不断，经常无预警的在台海周边进行大型演习，对区域局势带来不稳定的影响。身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台湾会不卑不亢，维持现状，致力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永远坚持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坚持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坚持主权不容侵犯并吞。蓝轩。我觉得到目前为止的话，就是说在两岸之间，包括第一个就我们刚刚讲国台办嘛，那我觉得国台办这个部分的话呢，显示出来的就是，我觉得他处理台湾的事情真的就是很不聪明了哦。那先前的话呢，讲到这个对台的22条意见就已经很不聪明了。我们就说到说，某个程度来说，你就等于是给民进党很多光环嘛，给他戴了桂冠嘛。那对于这些民进党的尤其这些比较属于呢权力中人啊，这个算是精英分子的话，对他们来说，你给了他们这个借口，就等于是给他们更多的荣耀。那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在这个群体当中是更加的这个受到肯定的哦。所以我觉得这部分我们开玩笑讲过说，其实民进党跟共和党是相生相克的。我是说真话，然后所以某个程度来说，你去看这个结果论的话呢，在台湾的选举里面，其实因为中共方面的这个打压的因素一直都在。有一段时间你会说啊，这个对岸可能变聪明了，不再成为民进党的助选员了。但很显然的，某些国内外的因素使然，让他的这个鹰派还是抬头，所以他还是又回到那样的一个逻辑的思考框架当中。所以呢，很像是好朋友啦，我觉得他们彼此就变得很是好朋友。所以你再一次的把这个台独的部分呢名单再列出来，然后呢还放了一个呢这个检举专区，我就不晓得他这个想法是什么。他或许是要去对应赖清德，因为赖清德先前讲到说，你看他这样子一列出来之后的话呢，何止是台独是他的这个批评的对象，什么只要不赞成统一的，什么中华民国派、中华民国台湾派，90%以上通通都被列为台独。我觉得他这个意思可能是要去澄清一下啊，就是说不是赖清德说的针对的那样的包山包海，我们是只有10个人，可能啦，我觉得他可能是这样子想吧。但是的话，你去，我觉得这个等于有你此地无银三百两，越抹越黑。管你名单里面有几个人，你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惩戒台独跟一个举报的专区，基本上台湾人看了就不会舒服，而且民进党也很可能会借题发挥哦。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我觉得对国台办来说，显然的还是不够了解现在呢整个那么多年下来这个台湾透过的选举在国际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打压这样的一个政治气氛的改变。那再一个就讲到说呢，两岸之间最近的这些渔船的事件，我觉得这个事件反映出来的就是说，即便啦，就是看起来这个胡姓这个军人回来了，他现在已经不是军人了啦但是你说是不是因此两岸之间的这个气氛因此会好转？你看赖清德今天讲那个话，你就知道说，其实对他来说，反正下次选举还早。那2026年的选举又是地方选举，可能跟两岸之间的关系无关。美国的选举当中又需要一个呢，还是继续反中的一个比较尖锐的态度。所以对他来说的话呢，话越讲越硬，在这个此时此刻一点坏处都没有甚至是更可以去凸显出来，他选上来的目的就是要去彰显台湾的这个本土的意识。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呢，看到我们待会儿也会聊的两岸之间的一些问题，我觉得其实是蛮不乐观的即便说胡姓上校回来了，因为这是海上救援，这个例子很不一样。他是因为飘荡这个不小心过界了所以没有什么违法的问题那只是卡在这个敏感上面，所以现在被送回来了。那上一次的0214的话呢，是因为他们非法在前，我们看起来似乎呢这个有疏忽在后，所以双方呢彼此摸一摸，也就相互妥协，也就彼此之间相安无事。但是接下来的话，包括呢我们讲到这个澎湖渔船的事件，都未必那么的乐观，而且每一次的摩擦都让对岸有更多的理由在我们的领海当中进行所谓的合法的巡逻。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对于赖清德来说，他真的必要去想清楚的，就是虽然现在的国内外局势对他来说，他认为不需要过度的软。
但是在两岸之间，每天都有类似的渔船的纠纷上演，都有彼此的一些交流，都有一些呢生活当中的相互的需求，一定要这么硬吗？这样子硬下去，对他来说，或者对于真正老百姓来说，他到底是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他的心里面，还是把他的政治利益放在他的心里面？从他今天的这个谈话来看，显然的他还是决定要硬到底吧。好吧，这个胡姓的士官哈，那在大陆从3月7号到现在144天，那他什么去钓鱼、海钓、迷航，就不知道怎么好，就飘，就被大陆救起来了哈。那开始给他住在船上，很不舒服，船上很小。后来给他弄到岸上去，住在这个看守所，说好多了，还可以看电视，每天跟家里通个电话，然后呢，除了不能外出，其他都不错，每天睡到中午，吃的也不错，也胖了啊。那胖了8公斤啊，奇怪了，上个月底就8公斤，怎么现在还8公斤？那他家属就这个送了一个锦旗，救命之恩，恩重如山。因为人家是把他救起来了嘛，否则不知道飘哪里去了哈。那另外呢，对福建省台办也赠一个大恩大德，铭记在心。就家属啊是觉得说，哎呀，人回来就好了，反正这种事情大家高兴啊，也不用去骂人，在这个时候，而且事实上自己飘过去啊，只是因为你有军人身份，所以大陆觉得很奇怪，军人才去钓鱼，能够钓鱼吗？钓鱼还钓到海里了，钓到海飘过来了，哎，有什么特殊任务？再加上两岸的这个当时的紧张，就把他留下来。那他家属也很绝，5月就给他退伍了。我也不知道是时间到了呢，还是说为了这个事情干脆退伍算了，这没有军人身份了反正就5月就退伍了啊。那大陆的学者说呢，你看2件事情相继都解决了，所以是一套新的处理路径。以后呢，可能用新的方式。昨天是陈玉珍把他带回来的那陈玉珍说有更高人士是不同意的那他说我们已经很高阶官员也同意了，但是更高阶不同意的，讲的好像是我们好像是我们因为当陆方退让的时候呢，提出一些东西，我觉得会很容易谈成。我们高阶的官员也同意，更高阶不同意所以呢，每个都说这个高官是鸽派，那到底谁是鹰派，就每个都不承认了但是就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等等因为他说部会首长都同意了。部会上都同意了，就相关的，但是再往上还是有不同意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最终还是同意了，是时间拖久了一些那陈玉珍呢，这个说两岸合作重要而且必要从这些事情看起来是这样因为随时可能发生什么事情大陆学者说，过去大陆尊重台湾管辖权的范围已经一去不回了，以后不尊重你了什么你的管辖不管你了那到底这些钓客这个到底怎样我们看一下。小孩子都哭了，感动的不断拭泪。这一刻等了144天，在父亲节前一天，想念的爸爸终于能回家了。乖好乖。看着2张100分的考卷，还有8岁女儿亲手画的卡片，因为今年3月胡姓钓客出海捕鱼迷航，被大陆海警寻获，却因为军人身份遭扣留调查。一家人归心似箭，搭乘第1班船班到厦门，顺利将人接回。近中午返抵金门水源码头，强调自己胖了8公斤，伙食很好。家人好好吃一顿饭，谢谢福建的海警台办大家的照顾。安全许可的情况下，应该还是会。妈妈还亲自为儿子吃猪脚面线，能够顺利回家。传说其中的立委陈玉珍是关键。国际交流是非常密切的，那我们希望这个水域可以继续恢复以往的这个平静，两岸的交流越来越好。只是大陆官媒新华社正好在11点17分，也就是胡姓钓客抵达金门前夕，发新闻稿首度公布胡姓钓客全名，还强调他是金门士兵，这时间点相当巧妙。我们乐见陆方终于采取行动，累积善意。那只要人能够回来，就是好事。老沈怎么看？那我觉得金厦海面发生任何事情，跟海峡中线发生问题是不一样的。但是金厦海面事情也许也是两岸问题的一种小环节，但是呢频率是很高不容易处理。但是呢处理稍微有差错也不重要。
所以现在这些学者、专家啦，各方解读啊，我觉得太过度延伸，因为这个东西迟早要落幕的。如果一旦发生，是他们的人在我们手中，没问题，因为超制在我。但是如果我们的人在他们手里就有一点麻烦，因为老共这一点是很奸诈的。老共是没有一定的原则，他没有原则里头也有原则，他就说我如果把人留着，你会紧张，那我就留着。他没有什么一定要怎么样，一定不可以怎么样，但是他留到已经没有价值了，他就放了。然后呢，我们这里陈玉珍讲说最高阶层是反对的，那你很厉害那这个最高阶层下面的各级长官都挡不住都挡不住，最后你还是把他带回来。我觉得陈玉珍这个人，他在尤其是金门的事情发生以后，他很热心，这个毋庸置疑。但是他很多做法，你默默的做有结果，我们没有意见。但你做了以后，最好不要讲话。这个就像那个翁小玲一样，你话讲多了，也许没有什么错，但是呢，国民党的基层的票就流失了。我不骗你的。像翁小玲讲那些，他也来过我们本节目你嘛讲就得力打个那种主流我这等过那有啥唔对？你民调里头，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也一大堆我爸爸是军人出身的，从小就教我这样，有什么唔对？但是你讲了到底大家袂爽还有人就去问朱立伦说大家修理翁小玲你有没有挺他？有啊，因为我们都讲说我们都很光荣instead of 去讲这些用过来。我觉得现在麻烦就是国民党里头有离岛的委员的想法跟我们不一样深蓝的想法跟我们也不一样那我们是不在乎但是国民党处理这一点请我们这个现在国民党的新生的优秀的这个党团的三巨头之一，这点国民党要多想一下，你不能轻举妄动换来了一个士官长，丢了很多基本选票。南孟凯。那我觉得在这件事情平安回来当然是喜事一桩，那但是还是要强调是说，是不是遇到这种状况，每一次都变是政治角力凌驾民众的权益在上面？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一开始不是0214的那个帆船事件，以及后续还有相关的这个以及这个胡姓这个士兵他是有军人身份的话，其实可能不会那么复杂。但两岸现在是没有一个沟通管道，这也是事实嘛。如果说有沟通管道的话，其实它大可循正常的沟通管道。刚大佬这个不管是指证这个陈玉珍委员等等的部分，我想陈玉珍委员他毕竟他也是地方的这中央民意代表，那他在穿梭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因为他在第一线，他一定有家属给他的着急的压力。那我们现在退一万步想，如果今天没有陈玉珍的话，那民进党政府怎么样跟对岸有沟通谈判的一个空间？以及如果没有陈玉珍在这中间来穿梭的话，会不会到现在8月8号今天父亲节，这一个胡姓士兵他还没有办法回来？所以说，其实我觉得这一体两面，就不要倒果为因。我们还是期待的是，因为现在执政的是民进党，民进党的两岸政策以及民进党怎么样跟对岸有沟通的管道，让未来我们不希望有任何的意外再发生。但如果说真的有意外再发生的时候，民进党政府你要怎么样协助台湾2350万人？因为你现在是看得到一个胡姓士官被迷航，大家都看到，很多台商台胞在大陆被关起来。被用税的原因各种理由关在那起，忽天天不应，忽地地不灵，我们政府都不能帮他。这个在国外的话，政府都要去探视知道要看看我们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我们通通不行。为什么？没有管道所以政府在这方面是很对不起这些人的赚钱的时候你要，外汇你要，然后发生事情你通通不管，好吧？大进满88号，下个礼拜要开放家属去探望那另外呢，这个他们的观察说，你看，一方面放人，一方面惩毒，所以大陆呢软硬两手，比以前更加彻底。休息一下再回来。住得安全，活得平安，一人一点力，爱就大无限。好，那么台湾女拳王林玉婷
他现在达到是台湾全体从来没有的这么好的成绩啊，57公斤哦，他曾经打过51公斤或者54、57啊。那他们是这些拳击手的要看对手怎样，我要增胖还是这个减重啊？那林玉婷打第1局、第2局都赢了，到第3局的时候打到笑出来，大家觉得他一定赢了啊。所以第一次打进奥运金牌，当然他现在他的性别就是反正找过来找过去。那我只是好奇，他也不是今天第一次打，他打了15年还是20年了。那开始也没都打赢啊，打输的时候人家怎么不讲你是个男的？不是这样吗？假如说是男的，一开始我就打赢啊，不一开始常常有赢有输，有赢有输，打了很多年了才打到今天这个地步啊。然后今天不行，今天是个男的哦，所以这点有点怪嘛。他也是输过啊，输的时候为什么不说是不是这个男的被女的打败？好吧，他的教练叫曾志强，说感触很多了啊，说这一步2个人走了15年，哦，也是很辛苦的哈。那另外呢，这个他的陪练员说，他的训练对象都是我们几个臭男生，他体重一般都是54到57公斤上下，他怎么看来就是个女生啊？跟男生比，他就是个女生啊？哦，他怎么变成跨性别的？就是培训员了，就陪训练人了啊。那另外呢，这个他今天他的金牌对手是波兰20岁的新手哦，而且今年还参加选市议员哦，只是没选上而已哦，很厉害哦，而且是黑马，也是很厉害的人哦，能够打到这种地步，其实都是蛮厉害的，在各国可能都很厉害的。那土耳其这个选手昨天打输，他就双手比 X， 因为女性是2个 X 嘛，哦，那开始还蛮有风度，选输了就火大了哦，所以呢就比出 X 哦。林玉婷还没有风度，说感谢对手跟我一起打出好成绩，没有他的话呢，也不会有我的成绩啊。好，那么网络就说他的风度0分了哦，这个而且呢，他的 IG 账号改成不公开，大概很多人去骂他了。我们看一下。林玉婷击退土耳其选手卡拉曼，挺进金牌战，但对手现在被骂输不起，失去运动加精神。关键就在林玉婷跟她握手没有回应，还比了双 S 的手势，意指女性染色体。前一站8强赛对手也比同个手势，但玉婷还是很有风度，跟对方致谢。每一场都有人比啊，他可能会觉得你没有跟我正面对决，心服口服的，不然他不会来帮你拉绳子。教练帮忙缓颊，但粉丝可吞不下这口气。卡拉曼 IG 发文 tag 巴黎2024，底下网友灌爆说又一个输不起的笑死，更说如果你有质疑的话就提证据啊，怒呛自己菜就多练习，怎么不一开始就拒赛打不赢才比手势啊？对此玉婷高中教练看到这幕也是满满心疼。当然会心疼啊，但是我们就说看到就当作没看到，如果你在意的话，那真的就是你中了他的计，拜方来拉绳边让玉婷好下台的意思，这个说实在的，感觉上是不是很好。希望玉婷不受纷扰，但 J.K. 罗琳又再度发文说被女性运动员照片来轰炸。网友说不是所有女生都是芭比娃娃，但这就跟不同形状的马铃薯要证明石头可以吃一样。我看得出差别，你们都很荒谬。甚至连俄罗斯也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上指控西方国家放任2名男性对其他女拳手施暴，暗指林玉婷跟阿尔及利亚选手克利夫就是男生。Олимпийских играх в Париже женщины-боксеры публично подвергаются насилию со стороны атлетов, которые ранее провалили гормональный тест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бокса. 性别争议从奥运延烧进联合国，但国际奥会先前就强调都没问题，希望纷扰快平息，让选手能专心回归赛场。对，我想我们医界要出来帮林玉婷讲话了，那睾固酮一般食物里面就有影响啦。我们现在常吃麦当劳啊，常吃什么那个都用生长激素在弄，那个也会啊，那个是 steroid 的衍生物嘛，cholesterol 的衍生物。是你搞错了，睾固酮在他身上没有偏高，没有偏高，你刚好想相反。所以你要做的话，你就做染色体，抽血去做染色体就可以确定了嘛。那刚刚沈大佬说他有做染色体，我是不知道了哈。那所以他们现在没有公布染色体的结果了，倒是真的了，没有公布嘛，没有公布。那当然有假性阴阳人阳性阴阳人等等，但是先公布染色体就可以来。以前是直接脱裤子的，现在没有那么野蛮的了哈。那所以
医界要出来帮他捍卫一下。志轩，这个林玉婷的事件哦，我觉得已经从运动赛事衍生到一个国际政治的事件了。那我的第一个感受是什么？我看到了赖总统他在这个脸书上面发文，蔡英文总统也是。但是我认为现在林玉婷所面对到的国际政治压力跟这种针对性别的质疑，赖总统可以做的应该要更多。身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如果我是他的幕僚，我会建议他，你这个其实已经足以让你开一个国际的记者会，去挞伐、去谴责这些国家对于林玉婷这种批评。比如说像刚刚俄罗斯，从头到尾在干俄罗斯什么事情我都不懂，你出来讲一大堆关于林玉婷的事情，而且因为国际权总的理事长是俄罗斯，就是这样子。那你这个不禁就会让我们想象嘛，俄罗斯的背后是不是有什么压力？为什么他做这样子的言论？身为台湾中华民国最高的领导人赖清德，我觉得他应该要有更大的力道去捍卫我们的运动的林玉婷。那在林玉婷身上，我们看到很明显的就是一种真的是高度跟精神。从一开始，有人对他质疑，包含这个罗琳等等，他讲了什么？他说应该是因为他们会害怕我吧。这展现出了一个运动员该有的风度跟高度。再到我们现在刚刚看到的画面，这样子俄罗斯也好，这些人讲出这样子的言论。这个林玉婷也是一样，而且甚至这个 X， 其实我跟大家讲，我以前曾经是运动员，也有很多人这种做出这种挑衅的行为。你要能够抵抗住那种压力，专心在你的拳赛，专心在你的运动上面，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他有非常强的抗压力，他还是一样保持他的风度。那这也是让我们台湾人以他为荣很重要的地方。所以在此时此刻，尤其他打到4强，第一次我们打进这么好的成绩，值得我们全国的国人一起来支持他。是这样哈。这个问题很复杂，但是我们现在台湾上上下下是一面倒，包括我们的总统跟副总统都一面倒挺他，所以我不太同意陈世勋议员刚才的讲法。我其实建议大家可以挺，但是总统跟副总统在没有100%明确形式明确证明以前呢，我觉得总统以总统之尊啊。应该少讲话，这毕竟只是一个个案。那我礼拜五在本节目里头，我有讲到这件事情。其实，如果你一路追究到底的话，只有2个问题：一个是科学，一个是公平。那公平的问题在台湾是比较没有争论的，在美国最近这几年啊，争论的是什么？是跨性别的参赛权啊。那跨性别的很多。不是说他心里想什么，是真的开刀砍掉了。那所以他说我不是男的了，我已经手术了啊。结果呢，他参加比赛的时候所向无敌，都赢啊。所以那些真正 XX 的家长很不服气啊。我花了一辈子的力气培养我女儿，结果都输你。但是这个问题，我觉得在台湾不多所以公平性问题，我觉得可以暂时撇开一边。第一最重要的问题是科学。也可以讲是医学，现在如果她是 XX， 有假包含100%的女人的话，那就没有问题了。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看到 XX 的文件或者是检验的报告，但是呢，我觉得她就算是不是 X 是 XY 或是怎么样，那我认为她的第2性征。就是非女性的第2性征，大概很不明显，所以从出生，护士小姐、产妇那个妇产科医生报给妈妈的时候，就把她看成女的，那她妈妈一路也把她当作女孩子养大，所以她男人的性征不强哦，但是所以现在问题是说，这样如果是这样的人，我猜的没错的话，这样的人如果变成一流的国际性的选手的话，他有没有占人家的便宜？这一点我不敢讲啊，是不是还是有优势？有人想说他的 muscle 肌肉的力量强一点，有的时候他骨骼比较强一点，就是占了便宜。这个我觉得我们的这个 sample size 这个样件的件数没有多到可以下一个定论，但是我觉得归根究底啦。还是你到底，虽然现在有不同的看法，说有很多稀有的酵素啦，会影响它的性征啦，我还是归根结底，你到底是不是 XX？休息一下再回来。